美军航母刚进入南海 ，F-35C 在南海遭遇重大事故，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说与解放军互动有关？事故地点在哪儿？美军为何有所隐瞒？飞机坠海会被中国人捞起来吗？根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的报道，1月24号，一架 F-35C 战斗机在卡尔文森号航母上进行着舰时发生事故，造成7名士兵受伤，包括弹射出舱的飞行员以及甲板上的6名水手。目前有3人被送往菲律宾马尼拉的一家医疗机构治疗，另外4人被安排在卡尔文森号航母上进行治疗。根据报道可知，事故发生的时候，卡尔文森号航母与林肯号航母正在南海海域进行自由航行，但当时这艘航母的具体位置发生事故的原因，以及 F-35C 事故后的具体情况，美国海军并没有透露。也正是因此，这起事故引发多方猜测。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故是 F-35C 战斗机首次出事，也是 F-35战斗机在航母上遭遇的第2起事故。就在不久前，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还有一架 F-35B 战斗机起飞时不慎坠海。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 F-35C 的问题，还是航母的问题，亦或者其他外因造成的呢？首先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架 F-35C 在卡尔文森号航母上究竟经历了什么？从其描述来看，甲板上6人受伤，以及当时这架 F-35C 战斗机正在着舰，因此大概率就是飞机在降落在甲板后并没有刹住，而是切断了航母的阻拦索，然后阻拦索因巨大的惯性击伤了甲板上的水手。为什么说事故原因大概率是阻拦索被切断呢？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根据美军的一份报道，舰载机在航母上的事故有 93% 是在着舰时造成的，而一些比较著名的事件往往就是由于阻拦索被切断造成的。2003年9月11号，美国华盛顿号航母上就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一架 F-18战斗机在降落时意外切断阻拦索，而弹开的阻拦索击伤甲板11名水手，造成多人严重受伤，甚至落下终身残疾。而在阻拦失败后，飞机顺势坠入海中，飞行员成功跳伞逃生。类似的事件其实并不少见，在美国与俄罗斯航母上已经多次发生。而又是什么原因造成韧度超强的阻拦索会被飞机给切断呢？首先要知道，相比较起飞，着舰降落对于舰载机飞行员而言更是一项技术活，需要航母上的引导员、信号灯以及飞行员经验的配合。为了安全起见，航母甲板上往往有3条阻拦索，即使飞行员错过1条，还有机会挂上后面的，除非是整个着舰点判断错误。而为了应对突发情况，飞机往往在降落时先环绕母舰，以观察角度以及调整姿势。在降落时，为了避免挂不上阻拦索的情况，飞机的发动机会继续运转，以便在阻拦失败后复飞。同时，在降落时，飞机的速度要降低到几乎失速的地步，飞行员将放下起落架，襟翼与空气减速板将捕捉钩伸出，维持一定的速度和下滑速率。航舰上的降落官指挥飞机降落，他不断地告诉飞行员，它离最佳情况的偏差是多少。航空母舰上的灯光提示飞行员下降时的角度是否正确。换句话说，飞机在航母上降落时会做足功课，即使着舰失败也能复飞进行第2轮。但是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飞机挂上了阻拦索，阻拦索却被切断了，这样会导致飞机被阻拦索的拉力拉偏方向，无法正确找到起飞跑道。飞机由于发动机还开启着，一时间又停不下来，此时飞行员就只能弃机逃命了。尽管阻拦索的强度很高，但飞机降落时的角度以及重量都可能造成阻拦索被飞机切断。考虑到 F-35C 战斗机重量要轻于 F-18， 因此此次事故最大的可能性便是 F-35C 降落时出现角度偏差，这可能是由于飞行员经验不足造成的。那么问题来了，此次事故中的 F-35C 战斗机下场又如何呢？前面提到，舰载机在降落时发动机还是开着，一旦降落失败是停不下来的，加上报道中飞行员已经弹射出舱，那么飞机就只能有2种可能：第一是撞上航母上的舰载机或者是建筑被迫停止，在这种情况下航母本身也会受损，此时这艘航母就应该被送回港口进行维修了，而不是仅仅送走飞行员。那么第2种情况就更有可能了， F-35C 战斗机直接坠海了，如同2003年的那次事故一样。
如果是这种情况，也就解释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美国海军为何不通报 F-35C 的具体情况以及航母的具体位置。因为一旦飞机坠入国际海域，就意味着其他国家是有资格进行打捞的。况且这个地方还位于南海，中国的船只在周边往来十分频繁，美国人恐怕无论如何都不想 F-35C 残骸落到中国人手中吧，因此选择了尽可能保密。但是就算美国人不说，我们就不知道位置了吗？恰巧就在前一天，中国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发布消息称，在1月22号的时候，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冲绳以南的菲律宾海域进行了空前的力量展示，包括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艾塞克斯2栖戒备群、美国号2栖戒备群和日本的日向号直升机驱逐舰参与联合训练。2个航母打击群加上3个准航母编队，这个规模也是空前罕见。根据卫星图显示，当时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处在台海以东的位置，还不在南海。结果在24号事故当天，美军通报称卡尔文森号航母是在南海巡视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明明2天前还在冲绳南部。换句话说，大概在23号卡尔文森号航母脱离训练驶向南海，到24号发生事故这一天的时间来看，航母极有可能位于台南的巴士海峡附近，刚刚进入南海。那么为何卡尔文森号航母要在23号就匆匆脱离训练前往南海呢？因为这一天恰好在台海有大事发生。根据台湾防务部门的报道，在23号当天，解放军39架军机进入台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角，且其中34架为战斗机，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入台防空识别区西南角恰恰就在巴士海峡附近。换句话说，美军航母进入南海称台，并且会派出舰载机与解放军军机进行互动，而美军这架 F-35C 可能就是在这几天的高强度互动中发生的事故。所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如果说 F-35C 真的已经坠海的话，美军最担心的莫过于这架飞机是否会被中国打捞上来了。那么有这种可能吗？还真的有。除了前面提到的英国航母上的 F-35B 战斗机坠海外，2019年日本 F-35A 战机在训练时坠海，这2次坠海事件美军都参与了打捞行动，但是都花费了相当长时间才打捞出一些残骸。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019年，当时日本的 F-35A 坠落日本海，因为该地靠近中俄，美军动员了大量的海空力量进行搜寻，声势十分浩大。就这，美军也花了1个多月才找到飞机黑匣子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美军从新加坡租用了打捞船梵高号，才将飞机部分残骸打捞出水。而梵高号还是由中国制造的专业打捞船，可见美军本身打捞水平是有限的。而且如果在南海，美军要组织声势浩大的搜寻打捞工作，只会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这就让美军有些放不开手脚。再加上当地的洋流会将飞机残骸带到南海西南深处，某艘在西沙或者南沙作业的中国船只，可能就会无意打捞起一架 F-35C 战斗机了。